一些挣扎，怎么都还要继续。黑夜渐渐逼近，却不留痕迹，吞噬每个身影和每一寸回忆。当黑夜找到了迷失的心灵，也许爱，也许恨，刺破了彼此生命，眼泪悄悄抗拒，却是那么透明，让人都看不清。但时间将揭晓所有谜底，揭开所有黑的心有没有人受伤啊？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受了轻伤。哎，刚才我还以为是毒气弹呢，吓死人咩！幸好没有什么机会上那个交流会，不然呢，中头奖啊！怎么又跟这个写小说的有关呢？老大，听说白雪公主她也有来了，他们两个，老大，我看你比较适合当狗仔队，有没有想过转行？你还真的想啊？是你叫我想的吗？你完了，完了！疑犯懂得制造炸弹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啊，管他什么来头，反正我知道我又要加班了。炸弹，还有一个。小青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们呢？哦，没事。其他人情况怎么样？大家做好身体检查后，没有什么大碍。好，给你介绍我妹妹狄瑶，她就是我跟你说的心理医生邱雪清医生。邱医生你好，叫我雪清好了。没有想到我们会在那么惊险的情况下认识，我还以为这种事情只有在我哥的小说里面才会出现。刚才有一刹那间，我还以为是你们安排的特别节目呢。我觉得你这点子不错哎，以后我们可以试试看。你又想搞怪了是不是？雪清，你千万不要鼓励他。我不会的。哎，不过哥啊，刚刚那些白色的气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我闻了之后都会不停流眼泪的？我猜应该是类似催泪弹发出来的化学气体。我还以为是什么有毒的化学炸弹，吓死人了。其实刚才最危险的是大家争先恐后的想要逃跑，导致有一些人受伤。你看，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，在紧急的时候啊，一定是先保护自己。你又想说人性本恶了是不是？那谢谢你不够自私，又救了我一命哦。不用客气。对啊，你看我哥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还坚持把你救出来，可见他已经把你当成朋友喽。我跟你说啊，刚才的辩论还没有结束的啊！我怎么可以让它发生意外呢？难得碰到这么好的对手啊，下次有机会一定要继续。我随时奉陪。如果不是刚才的意外，你快招架不住了。怎么可能？写小说的，哎，周警官你好。我们需要你协助调查案件，可以借一步聊一聊吗？好。疑犯选择在你的交流会引发催泪弹，很明显是冲着你而来的。我偶尔兼职当赏金猎人，破了一些案子，可能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，不过应该没有得罪恐怖分子吧？哈，哎，会不会是有人嫉妒你小说卖得好，钱赚得太多了，所以找人来闹场啊？有可能，绝对有这个可能性啊。不过说真的，我开始担心你们两个可以抓到疑犯嘛。哇，你很有自信哦，居然敢小看我们两个啊！你们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给我认真点。那我先确定一件事啊，疑犯引爆的是催泪弹吗？那是类似吸催泪弹的化学气体，剂量会比较轻，所以吸了之后就像你们那样不停的流泪，还有咳嗽，不会有生命危险。所以他可能只是想制造恐慌，没有想要伤人的意图。
不过疑犯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，应该不是恐怖分子，倒像是一场恶作剧。疑犯是有计划性在进行这件事，很明显的是有目的的，是有备而来的。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啊？为什么每次都有人针对你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只不过是比一般人多了点名气，写的小说还不错看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。我真的很好奇啊，到底是谁这么关注我？我记得你有一本小说情节跟炸弹有关系，会不会是你的读者搞的鬼啊？我觉得疑犯不一定是针对我，他可能是想挑战我，看我能不能查出他的意图。周警官，我们又有机会合作了。我什么时候跟你合作过？你不要捣乱就行了。等我们的电话，协助警方调查。No problem。小胖，干嘛躺在那里啊？没人，你是怎样？对。干嘛你脸跟你外套一样黑啊？有甜品吃。这么大的一件事，我还要从别人口中才知道。哥，你想怎么样？不通知你是不希望你为了小件事大惊小怪，就像现在啊。发生炸弹事件，你还说小事？哎呀，人没事就好了嘛。哥，有没有吓坏你？我今天终于见识到自己的应变能力了。这都亏我平时教导有方，你才能处变不惊。我是说，我当时完全被吓呆了，被人撞到都不知道怎么反应，差点被人踩死了。所以呢，我的应变能力等于0。我平时训练你怎么应付危机，一点用都没有吗？我其实有点怀疑我的头脑跟我的手脚是各自为政。不行，我要加紧训练你，从明天开始早点起身。叔叔，谁不知道你是黑带3段、跆拳道7届冠军，还有警察部队自卫术的总教练？我都说到没气了，你看你有多威风！啊，这些都是陈年往事啦。可是当我提到你的名字，每个人都会被吓到，一脸敬佩地说：“啊，原来你是邱刚爷的侄女。”然后从此不敢招惹我了。那当然，谁敢欺负我的侄女，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所以呢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有你在我十分安全。也就是说，我不用花时间来训练你了？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嘛。这招不管用，明天还是要早起。妈，最近怎么样啊？我还好，只是最近比较忙。回家算了，爸都不想见到我，回家干嘛？老大，还没有吃晚餐吗？好料。妈，我改天再打电话给你。知道了，拜拜。喂，你想泡的美女护士怎么样了？分了。这么快？什么时候开始？什么时候结束的？他嫌我长得不够高，看不出我有巨人般的志向，不是跟他分喽，算他走宝啊。慢慢找吧，一定会有女人喜欢你的。虽然几率会比较低，可是没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。哇，老大，你需要这样子吗？6块还给我。开玩笑的，如果我看到好的对象，我一定会介绍给你的。算了，就算有好的对象，也没有时间谈了。这个神秘人案件都还没有结束，又来一个催泪弹事件，忙死人。谁叫你去查那个神秘人啊？那个杨正业虽然是疯了，可是我觉得他没有疯到底。他说的那个神秘人有可能是真的。他摆明是要利用这个借口来逃脱死刑。我劝你不要浪费时间了。 OK 咯，反正我也查不到什么东西。
我倒是觉得有一个人很可疑。哥，送给你的。送我什么？哒哒！这是什么？你可不要小看它。你看，这样子写小说，你的手不是不会累了吗？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我挑了很久才找到一只那么像你的哎。是，我有你一个这么体贴的妹妹啊，我真的是赚到啊！错，我有那么伟大的哥哥，才是我真正的幸福。如果妈还在的话，你一定会更幸福哦。虽然我以前常常羡慕别人有爸爸妈妈当啦，不过哥你给我的比很多父母付出的还要多。有吗？我以前都没怎么照顾你啊。那是因为你一个人要打3份工，从早忙到晚。现在回想起来啊，那段日子啊，都不知道怎么过的。所以现在就轮到我好好孝敬你，一定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。你这个叫孝敬我，这个小鳄鱼啊！你不要嫌弃他好吗？哥啊，你刚刚是不是在想妈的事啊？这件事都过了那么多年了，希望你可以放下，不要再想了，好吗？好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啊。哎，口渴啊，你下去楼下倒杯水给我。啊，这4楼哎。刚刚不是说伺候我吗？倒杯水有这么难吗？好啦。是懒惰鬼。哼。任务成功，已经引起大家的注意了。做得好，我看到新闻了，你已经成功完成第1步计划。我在准备进行第2步计划了。很好，我一定会帮你达成目标。谢谢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刚刚在附近有点事啦，想到你在这里工作，所以就想来看看你。想一下，我们有1年多没见面了吧？最近还好吗？还好。那跟同事相处的可以吗？还好。你这依旧是那个还好先生哎，不管什么问题，你的答案都是还好。不过我觉得你有些改变了。刚刚看你穿白袍工作的样子，还真的有点不习惯。很奇怪啊。不会啊，看起来很自信，还蛮帅的。还好。不好意思，我习惯了。没关系啦，跟我说话不要有压力。你想跟我说什么都行，虽然我已经不是你的辅导员了，不过我还是你的朋友啊。其实跟你说话的时候很舒服，跟其他人说话就有一点辛苦。为什么啊？我常常说错话，有时候明明说了真话，反而被误会，又不让我解释，所以很多人都不喜欢我。我绝对相信他们不是不喜欢你，只是还没有真正了解你而已。他们只想要听到自己要听的话，没什么。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你要试着敞开心怀，这样子别人就会很自然而然的接受你了。其实除了妹妹，我最信任的人
是你。谢谢你信任我。是我应该谢谢你。好啦，不要那么客气啦。哎，我还有事，我要先走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OK， 加油，拜。快点起来！好累啊！现在几点了？你还要睡？来，起来！1、2、3，哎！到底要折磨我折磨到什么时候？我要报警了！好，警察就在这里。起来！Wake up！喂，跑啊！哪有人来跑步穿成这样还撑着伞？晒太多太阳会很快老的。哎呦，你的体力真的很差啊！从现在开始，给我好好锻炼体能。就算你打不赢人，你要跑得比别人快，这样才可以脱离威胁。我们休息一下吧，啊，休息。啊，你才刚刚开始跑就喊累，我走路都比你快啊！来，坐吧，叔叔，坐。你这样不行，我要给你安排密集训练，我要把一身功夫传授给你。叔叔，你放过我吧，你再折磨我，我宁愿再被绑架啊！你啊！哥，我发觉你最近有一个很奇怪的举动。什么举动啊？你每次关门的时候都不停地确定门有没有上锁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吗？你这么疑神疑鬼，我没问题都会变有问题的。你从小就是这样，有事也不说出来，小时候啊还自己跟自己讲话，长大以后还古里古怪的。你说我能不担心吗？我很忙的。每天还怕你吃不好，怕你被人欺负，怕你嫁不出去。好了，不要再那个，我跑就是 OK。我被你逼疯了。人，我还没有讲完呢，来。我先提醒你们啊，由于这一次案件比较特殊，你们是目击证人，我才破例让你们来协助调查的。你刚才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而且好像是你叫我们来的。我再提醒你们一次，不要乱来，不要给我添麻烦，尤其是你。我们已经做了搜证工作，不过当时有很多人留下痕迹，就算有什么可疑的线索，也很难挖掘出来。有查到可疑的人吗？我们已经盘问当时在这里的书迷和工作人员，暂时没什么头绪。我觉得疑犯当时应该在现场，他可能站在某一个角落啊，可以清楚观察整个交流会。疑犯在会场放置了2枚催泪弹，全都放在角落的位置，一枚就放在 Dr. Snow 前面的椅子底下。他在干什么？他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能力，在犯罪现场呢，可以投入疑犯的心态，所以他可以帮我们了解疑犯当时在想什么。真的假的？我看疑犯确定催泪弹没有问题以后，应该还留在现场。我猜他的位置啊，应该是不与人注意，然后出入方便的地方。
那个位置可以让他清楚观察整个会场的环境。当天你没有注意到中途离场的人啊？我当时在跟他辩论，所以没有注意到其他的人。辩论？辩论什么？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啊？这有什么好吵的啊？当然是人性本善。你也同意？为什么？人之初，性本善嘛。就因为《三字经》。你肯定没听说过荀子的“人之初，性本恶”吧？疑犯很可能不是舒明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他一定是在交流会开始之前装置催泪弹的。那个时候只有工作人员才可以自由行动，而且又不会引起注意。这个疑犯很可能就是工作人员。写小说的，喂，发什么呆啊？听说写小说的人都很爱放空自己的。小青，你刚刚有没有感受到疑犯的心情？刚才在上面，我感受到他很欣赏他的杰作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如果他不是在恶作剧，那他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啊？他选择引爆催泪弹，要我们流泪，有一种要我们为他哭泣的心态。或许他是遇上什么不公平的事，要我们分享他的委屈。你为什么会认为他遇上不公平的事啊？因为这个交流会的主题，正义是否存在？他是冲着这个主题而来的。而且这也是他要表达的第一个讯息。没错，他想借用这个主题来传达一个讯息，所以他一定会继续干案，就好像一部电视剧，一集一集把故事说出来。他现在可能已经在筹备第二波行动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很羡慕你。羡慕？你有这种感受情绪的能力真的很棒。如果我也有的话，那对于小说的创作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哎。不过这未必是好事哎。有时候我的情绪会受到影响的。我小时候啊，还被人家骂怪胎。会吗？会啊。你很正常啊。那是因为我懂得怎么控制和调试自己的心情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有一个开关多方便哦，你想感受情绪的时候就把它打开，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关闭。
事吧？来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再来，没事了。OK。水星啊，我有一个关于心理治疗的问题想问你。我有个朋友在不久前遇到了一个意外，差点被杀，后来被救了，可是心里却受到了创伤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帮他？我会帮他做催眠治疗。其实我对催眠还蛮有兴趣的，有学过一点，大略知道催眠跟潜意识有关。潜意识是人的内心世界，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治疗去跟自己的内心世界沟通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找出问题的根源。我这个朋友呢，他是一个心理医生，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让我这个外行人帮忙。再看吧。不过我需要你教我一些诀窍，让整个催眠过程更顺利一点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 ，OK。好。你在看什么？哎，那不是迪阳吗？啊，其实你不需要特地约我出来，我没事。没有啦，我只是想跟你喝杯咖啡而已，你不当我是朋友啊？当然是朋友。那就好，我去前面喝点东西。小心！没事没事。干什么？我认得你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是不是去过我的交流会？交流会那天是我叫他来帮忙的，你干嘛？你做什么工作的？你接近他有什么目的？医生，冷静一点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再接近我们。你干嘛？你放手啦！你这样子对我朋友会太过分了。我们先走了。小姚，小姚。今天有没有比较好一点？比较好啊。这些洗好的衣服我帮你拿来了，那些穿过的我就帮你拿回家洗。哥真的很没用，不能帮你分担痛苦。我多么希望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哥答应你，一定会带你去那个地方，所以你一定要坚强，坚持下去。你很快的就会好起来了。Come in。嗨，找我有事吗？我刚好在这里查案，那刚好你在这里工作，又刚巧的有点时间，所以就顺便来看看你啊。这么多刚好和顺便，坐吧。其实我是有东西要问你的啦。哦，你对那个写小说的了解有多少啊？刚认识，不是很了解。为什么这么问呢？上次杨真业的案件跟这次催泪弹的事件都跟他有关系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的确有点巧合。你怀疑他？他那个人很神秘，感觉上很像隐瞒很多事情，所以我想要问你，知不知道他的背景？
如果你想知道他的事，直接去问他吧，我不会帮你打听他的事的。OK，Thank you。对了，这个送给你。干嘛送我手电筒呢？这可不是普通的手电筒啊！你看，很亮的，而且后面还可以攻击别人。你看，冷静冷静，为什么要送我这个呢？我看你很容易相信别人，而且不会保护自己，所以就送给你防身用。新加坡有像你这么尽忠职守的警察，我根本不用担心，所以真的不用，谢谢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是收下吧，因为我不是24小时可以保护着你的。安全感不是来自武器，真的不用了。喂，你真的不给面子哦，你就收下吧。真的很好用的，我用过的。好吧。拜拜。拜。怎么了？喉咙不舒服啊？他的屁股很好看哦。现在几点了？你自己没有手表，不会看时间啊？你叫我等1分钟，结果我等了20分钟。你跟白雪公主有什么这么好谈的啊？谈公事，不然还可以谈什么 ？Brother，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白雪公主啊 ？Brother， 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？一场 Brother， 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，就算是一头母猪，我都支持你。不过听说心理医生很容易看穿人的，你要小心一点。你以为我是你啊？这么容易被人家看穿？我接近他是因为我需要他帮我查案。跟你说你不明白的啦。你找理由也找一个有水准的嘛，这样子是侮辱我的智商，也侮辱你自己的。你给我专心工作就好了，不要整天想有的没的。Is that clear? Yes, sir. 干什么？逃什么逃？想做犯法的事吗？叫什么名字？刘哲邦。干嘛这么紧张？心虚啊？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靠近我妹妹，也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，听到没有？是我。我知道啊，谁叫你这么无聊，没做完偷袭？不过我的应变能力好像进步了，补一下。哎，这么危险的东西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是那个周建峰送的，没想到马上派上用场。啊，这么关心你，是不是想追求你？你想太多了吧你？没想到，你也会有东西瞒着我哈？哪有？我们父子俩感情这么深，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每次出事，我永远是最后一个才知道。好啦，告诉你啦。自从被杨振业绑架后，每当我进入窄小的空间啊，例如电梯，我就会蛮害怕的，感觉快要窒息。你是心理医生，你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吧？这是恐惧造成的，需要使劲克服。哥，娜娜，
你慢慢克服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好，压力是从你来的。每当我看到你啊，你就 neck 死我。好，我从现在开始我不 neck 你。哎，哥，等一下，我发觉你啊，最近的心情比之前轻松很多。这到底什么事情？我找到解决方式了。哎呀，你不懂的啦，不要 neck 了。哎。小姚，小姚，你都已经气我2天了，还没气消吗？你做那么过分的事情，气2天算短了。我是怕你遇到坏人都不知道，所以才这么紧张的嘛。泽邦不是坏人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他在1年前有社交障碍的问题，我辅导过他一段时间的。那他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已经改善很多了。你知不知道你那天这样子恐吓他，很可能会影响他的情绪？好，我承认我是急了一点。喂，你们应该不会是男女朋友吧？其实泽邦从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追求我了，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接受他。不可能，你身边所有男性朋友的家庭背景，我查得1清2楚，了如指掌，不可能漏了他。你不知道我也很会保密的吗？好，我就告诉你个秘密，刘泽邦有偷窃女人内衣裤的癖好。怎么可能？你不要乱讲啦！你跟踪人家啊？幸好我跟踪他，才知道他是个变态。哥，我拜托你了，如果你每次都这样子过度反应，我要怎么交男朋友？我先声明，没有比我优秀的男生休想有机会跟你交往。那我不是注定要单身一辈子了？总之，你不要太过轻易相信别人，否则你会受到伤害的。我不同意。如果我不愿意相信别人，那别人要怎么相信我啊？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他背包里面的内衣裤，应该不是你的吧？你说呢？我们不是要去医院吗？这家心理中心是我跟2位医生合伙开办的。其实我平时是在这里工作的。来，我还以为你是医院的常驻心理医生啊。我在医院当兼职是为了帮助多一些病患，也可以接触不懂的病症。环境不错。我尽量不要让病人觉得自己在看病。我准备好了，除了你教我的，我还研究了一些催眠治疗的法门，随时可以开始了。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只白老鼠？你放心吧，只要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帮你克服障碍。恐惧是打不赢我们的啊！我把自己交给你了。好，我知道你是一名非常专业的心理医生，那对催眠治疗也非常了解。不过我希望今天你可以相信我，完全听我的指示，好不好？好。OK。现在我要你感觉你身体的重量，慢慢的往下坠，跟着呼吸的节奏，呼吸，再呼，再吸。现在呢，你会觉得你身体非常的放松。等我数到1的时候，你将会进入催眠的状态。3、2。现在我要你开始想象你自己站在一台电梯的前面。丁山，你在哪里啊？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一台旧电梯，感觉有点阴森。有没有感觉到，你眼前的电梯就好像你心里的障碍，这整个环境呢令你非常不安。
因为你之前发生的事情太可怕了。学习，你试试看，试试放下恐惧，重新想象电梯的环境。好，你现在可以进去了。电梯一打开，你就回到当时你被禁锢的地方。准备好了吗？不要怕，你可以的。你当时就是被困在里面。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你在哪里？我在这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一定要靠你自己跟恐惧战斗。只要你认为这个地方困不住你，你就可以逃出去。试试看，来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不过我做不到。你一定要克服。好，现在你把车盖撑开。我求求你，我不行，我快撑不住了。你一定要撑下去。这个车盖就是你的心理障碍，只有你才能把它打开，否则你会永远被困在里面。雪晴，振作起来。我不行，我不行了！啊！女生救我，快救我！我求求你！救不了你，只有你才能救你自己。雪晴，你听我说，恐惧是打不赢你的。没时间了，快点，加油！亲爱的你归西，我已不认识你，站在面前却疏离，遥不可及，眼睛嘴巴是你，声音动作也像你，可惜心却换了心，隐藏得很用力，生活像一个监狱，关系像一种苦行。最初那些美丽，怎么变得面目狰狞？两个伤了爱情的罪犯，毁掉对方疼爱自己的模样。谁绑架谁的梦想，谁偷走谁的喜欢？这荒唐竞技场，爱逃到多远的地方？伤了爱情的罪犯，烧掉对方幸福快乐的天堂。放肆应该怎么放，果断又该怎么断？你已经不一样，我举手投降，等着分离宣判。眼睛嘴巴。